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粒减券。提醒您本期看点：天天青春旅社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弟弟妹妹们来和我们做室友，顿时觉得青春了。今天我们相遇在这个青春旅社呢，就是要好好聊一下大家的青春往事。是呢，我是被霸凌的，被霸凌啊！说我的腿像鸡爪一样细，皮肤很黑很瘦小，教室我第一排他们就会吐口水在我身上。我这个人做贼心虚，你知道吗？导致于我每次回家以后，我不敢跟我妈说话。我很不理解那种父母那些神逻辑，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开明，但我觉得嘛，呵呵呵呵。我儿子现在不太愿意跟我一块玩，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吗？什么叫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不是这么想的，我非常非常不愿意。你说你有的家长他挑剔孩子成绩，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反过来就不会这样。说你看王叔叔，你挣5000，他挣1万，你跟他有得比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个，对吧？哎。哇，我今天真的来对了，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每次都问你们一个事情，包括说吃啊、穿衣服啊，大家都会说随便。可能是我这个时候说随便，只是我现在在忙，我不想想这个问题。另一个的时候的随便，就是真的无所谓。iPad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今天确实没有事情，我打游戏又怎么样？对啊，周末。那发呆和拖延怎么区别？分谁着急？男人跟女人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真的。哎，那就算了。你不是来安慰我的，我不行了。你们刚才在这个青春旅社里面说的每一句话，孩子们都听到了。他们愿不愿意来到现场和妈妈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等待孩子们选择。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玩，不离不弃大声唱。据相关统计，我国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已达3000多万，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在青春期产生的困扰或遭遇，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或舒缓，也许他将用一生去治愈。由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坐镇的天天青春旅社正在营业中，欢迎四方来客。哎呀，终于到了，到了！哎呀，好累，到了！哎，韩哥，听说这里是近期特别火的天天青春旅社。对，这旅社火就因为老板娘人家会心理咨询，哎呦，而且是免费给顾客们心理咨询。哎呦，这太好了！那麻烦您办理一下入住吧。好嘞，欢迎大家，我是天天青春旅社的田谦，这里有一份心理体检表，有没有人要做？前锋，来做。我们这里最应该做这个的就是前锋。什么最应该做？我心宽体胖是吧？哎，我心里肯定很健康。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哈。好嘞，谢谢。行，那我们就入住吧。那欢迎你们来。这是我的房卡。对，房卡。哦，青春旅社。来了，哎呀，这挺好的啊。对，听说这家青春旅社呀，可以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不知道今天会遇见谁呢 ？Hello， 哎呀 ，Hello， 新朋友、老朋友在这儿了啊！要我的自在，有时候需要把手放开。我是美丽、天真、勇敢、犀利的杨丽，脱口秀敲门人。Hello， 你们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为我们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是的，今天我们相遇在这个青春旅社呢，就是要好好聊一下大家的青春往事。哎呦，谁没有个青春呢？但是呢，青春期往往是说10岁到20岁的这个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呢，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困惑，包括学业啊、人际关系啊、情感啊、家庭关系以及生理等方面。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期，当时都有什么困扰你的事儿？要问一下我们2个新结识的朋友啊。就是呢，我是被霸凌的。被霸凌啊？因为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是全班唯一的华人，我会被他们骂说我的腿像鸡爪一样细，皮肤很黑很瘦小，眼睛又是那种很像看不见的眼睛。然后呢，我在教室我不敢坐第一排，因为每次我坐第一排，他们就会吐口水在我身上。走路他们就会故意绊倒你。最惨就是我记得我在中餐的时候，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然后每次我把我的便当打开，蛋炒饭啊，我们觉得很香啊，中式料理，然后外国同学全部就搬走，让你一个人在那边孤零零的吃饭，所以后来我就在厕所吃饭啊。应该从10岁到12岁那3年，我都是一个人在厕所吃饭的。因为我是离婚家庭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学校没有朋友，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所以我就一直弹琴，所以我就学音乐长大。对于我来讲，音乐帮助我走出来。你看现在也不是一切都做特别好了，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开朗，我要谢谢以前的我，成就现在的自己。因为我们经历这些，你才会更坚强。杨丽呢？我本来觉得我童年挺惨的，但我现在有点都不好意思说了。我只有一些快乐的烦恼。可以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早恋，你的早恋是多早？是高中的时候。但这个事儿对我影响非常大，是因为我这个人做贼心虚，你知道吗？我知道家长和老师都不让你早恋，然后我自己就知道我在做一件非常错的事儿，但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想跟他谈恋爱，然后我就顶着巨大的压力跟他谈恋爱，导致于我每次回家以后，我不敢跟我妈说话，因为我觉得我一说她就能看出来。当时，然后我妈就觉得我有问题，所以她就翻了我的书包，然后发现我果然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封信是我和我朋友写的，里面有我的整个早恋的故事。然后我妈看完以后，她就质问我嘛，说这个信是怎么回事啊？那我本来最害怕的就是家长发现，然后家长发现了，我整个人就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你为什么要侵犯我的隐私？你为什么要侵犯我的隐私？然后我妈就开始给我道歉，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啊？你妈还道歉啊？我妈就觉得她自己理亏。我们这里面离青春期最近的呢，就是王一博小朋友，是现在还在青春期，还在青春期呢。你有什么困惑呢？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困惑，哎呦，困吗？你困一下嘛，困也能睡会儿。王一博，你一点困惑都没有吗？好像是真的没有，没有，因为他10几岁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所有的困惑都被我们解决了，迎刃而解，幸福的小孩儿。有些小朋友啊，小的时候啊不爱讲话，有些小朋友现在都不怎么爱讲话。一博，你小时候就不怎么喜欢跟别人讲话，还是怎么？对，就是不爱跟别人讲话。记得刚进初中的时候，然后就大家都不认识嘛，也是别人找我来聊。就是你不会主动跟陌生人去讲话？没有，很少啊。对，陌生人跟你讲话，你会什么反应呢？就回答呗。回答还行。说好，行，差不多得了啊，差不多得了啊，再见啊。我以前啊一直长不高。我到了中学初3的时候，我才开始发育。初3的时候才开始发育？对，之前都在发胖。你现在横着长。哎，韩哥的青春期忘了，对吧？不能这么说，50年前的事儿了。什么？我们的青春期困惑好像应该也是生理问题吧？哎呦，那时候长胡子不是啊？10岁的时候满脸胡子，哇，跟大树一样。 10几岁的时候啊，
满额头的都是那种青春痘，痘痘很多，这个是青春期一大困扰。然后呢，就是额头上面全是痘，然后那时候就把头发留长，就遮住，越遮越多，越遮越多，然后头发就披在前面啊。青春痘痘长到胸口，我都长到胸口了。然后上课起来回答问题都是，哎，老师垂帘听课啊，是这么来的啊！哇，厉害！然后那还有，还得吹头帅，那样。你们女孩难道没有一点关于容貌？为什么好像我们都是什么长不高，脸上有痘啊什么的？我看我就超有，我经历了一个，我觉得就是妈妈说话真的要小心。他说了什么？对，因为我本来小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很好看，因为所有人见到小孩都会说夸他好可爱啊什么的。但你那个时候体会不到可爱，是因为他绕过了一个词，你就觉得你很好看。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妈就盯着我说，你为什么嘴越长越大了？然后那个妈妈对你的那个说，你怎么越长越丑了？你是真的觉得自己会丑，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比较。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也考虑过整容啊什么的。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出道之后，因为有被很多人说哇，这个袁咏琳大嘴妹，然后眼睛又小，嘴巴又大，所以公司带我去看一个整形医生。对我有去，我去了，他就这样子看着我的眼睛啊，看着我的鼻子，他说你不用看着我的嘴巴，这样子说哇，你每一个五官真的都有问题啊，真的，他超直接的。有可能是那一段时间都没生意啊。没有，我以为他要跟我说你全部都要改。但是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但是放在你脸上是有特色的。哇，好棒啊！因为他就说你整了，你可能会后悔，你会长得跟别人都一样。我建议你先不要动，让它有特色。那么今天呢，欢迎各位带话题“我的青春期”发微博，分享你的青春期故事，晒出你的青春期照片，就有机会让你互动，出现在本期节目的彩蛋，并获得天天向上的门票2张。哇，太棒了，赶紧互动起来吧！耶！另外呢，参与互动的时间呢，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上小芒 APP 啊，参与618大促，抢199减100立减券，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抢了啊，一直可以抢到618。哇，抢199减100比5折还优惠！今晚节目播完的整点就可以开始抢券了，还在等什么？赶紧打开小芒 APP 抢券吧！好，大家都已经分享完了我们自己的青春期的困扰呢，不知道刚刚心理测验结果出来没有？哎呀，我好忐忑啊！好，我们接下来欢迎田老师。我其实刚刚在那边听到你们聊了很多。完了，但心理学的这个专家啊，他都能从言语当中捕捉到对你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变化啊。我先问一下前锋，站起来。前锋的心理测验结果就2个字，得治。对，就是你看，就是过，不是得治，是得治。等会儿，他说过于什么？过于什么？过于自信。过于自信呐？过了是吗？过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很简单，缺心眼儿。能因为什么？没有，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知足的人。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容易满足开始。比如说我定一个小目标，我就去完成它，完成它了以后就增加了我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一定可以做成。哎，你最近的一个小目标是什么？马上就想达到的一个小目标，能够让你变得很自信的小目标。马上。晚饭吃顿小龙虾，晚饭吃顿小龙虾。你看看。咱们前锋就各方面特别好，但是有一个选项就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小烦恼的。那是。对领导，我一般是敬而远之的。哎，不是这，不是大家应该都对呀，对领导。首先是敬嘛，敬，对不对？敬而远之啊，这有点像对小人的态度。不。哎，不是，先是尊敬，然后有多远走多远。
奖励啊。好嘞，我问题最大是吗？刚才应该也听出来了，你非常健康啊。但是有点让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因为我发现你这个整个的数据会显示，曾经会有一些自尊方面可能就是在临界的值，但是它在往好的方向转变。所以我不自信是吗？对，我刚刚在旁边听到说妈妈说过你不太好看。因为我妈就是口无遮拦，然后我也是，所以我俩基本上就是说话都不太过脑子。所以妈妈这样说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吗？会，但是都过去了吧。就是包括容貌焦虑，其实也已经没了，因为那个事儿你改变不了，你不如把你的精力放在一些你能改变的事情上。对。然后永林，我就特别想问问你，因为其实我在旁边听到了你的一些悲惨的经历，但是你这个整个的体检报告非常健康，就是你是一直心态这么好吗？如果你是去年问我，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这一年，从乘风破浪姐姐之后到现在，在上海定居之后，我的整个心身灵改变非常多，加上我觉得可能在这边我更有归属感。然后觉得我终于被看见，所以就说这一年的一些经历，真的是对你有很大的治愈作用。对，是的。其实根据我们的大数据，那么青春期有一些创伤，确实可能会对现在造成影响，但是真的有1/3的人不会，甚至还会变成那种抗逆性很强的人。有的人说这个童年如果不幸福，会用一生去治愈童年。对。然后童年如果幸福，会用童年去治愈一生。对，韩哥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对，是的。其实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现在是呈上升趋势，是有一些啊，心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的这种青少年啊，现在达到3000万哦。那么到目前为止，如何正确的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它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说探讨，它就有电话进来了。喂，你好，这里是天天青春旅社，请问有预定吗？有，我们是6个人的青春少年团，已经到门口了。说话的人一点都不青春。太好了，欢迎你们，快进来吧。我像离岸中谷，阳光晒过的路，乘创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好的，欢迎各位弟弟妹妹们来和我们做室友，顿时觉得青春了啊！请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罗希怡，今年13岁，是长沙人，现在是一名初1的学生，在小戏骨《红楼梦》中饰演刘姥姥。之前来过哦，她演戏特别酷。你妈妈呀，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好吧，好吧。我觉得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就像是朋友，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会向他们求助。当然，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呢，我也会提出一些建议，我们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谢谢。很好，共同成长。来，大家好，我是郭飞哥，今年14岁了，来自山东临沂，是一名初3的学生，在小戏骨《红楼梦》中饰演王熙凤。所以嘛，整个标志，王熙凤就是那个我的爸妈对我的管理呢非常自由，他们给我自己支配学习时间和娱乐时间的机会，然后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开明，但我觉得嘛，呵呵是种态度啊，哎。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年19岁，然后现在在美国念大1，然后我是今年奇葩说的辩手。所以有的时候选择对我们来说反而是负累，没有选择才是我们最大的自由。觉得人类是缺少教训吗？人类不缺教训，人类缺的是智慧。我跟爸妈的关系曾经不太好，但我们后来一起去做了一些咨询，现在略有改善。看开了啊，大老师。学长好，我又来了，大家好，我叫葛天宇，16岁，我记得是不是？来，你先说着啊，你来，然后呢？好成熟，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小他像说相声？我是一名北京中学生，今年读高1，上次见大老师还读初1呢。大家
好，我叫葛天宇，来自北京市文汇中学，我校主要校友有大张伟大师兄、小师弟、大师兄。哎呦，我长个了。爸妈觉得自己开明是假开明，只有孩子觉得开明才是真正的开明。对于我而言呢，我觉得我爹妈还挺开明的，然后我的同学呢也挺羡慕我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朱子然，我来自江苏镇江，我现在15岁，我读初2。我在同学们之间，我就是一个小开心果。真的吗？你这问我吗？真的吗？我在我家里呢，然后总会和我妈妈发生一些零零碎碎的矛盾嘛。然后我和她吵的时候，我就超勇的。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只要我爸加进来，然后他吼个2句，我就突然就怂了，然后闭嘴不说了，再见。我感觉峰哥小时候就像他这样开心。峰哥以前没有这么的蓬松啊！来。大家好，我叫饶子豪，然后今年18岁，来自湖北武汉。我家庭呢比较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场，我父母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对立以及对峙的关系，所以说在家里面我们经常会斗智斗勇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下，就是青春期父母哪些行为会让你不理解，或者是容易产生矛盾？比如说，他们出门就一定要带自个儿做的东西在路上吃这件事儿，我一直理解不了。拿一塑料袋装着。对不起啊，我不能说这个话，我闭嘴。然后对不起。然后你们有什么理解不了的吗？我很不理解那种父母那些神逻辑。比如说啊，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吃泡面，就我妈会对我说，那个瘦子啊，就说，你看他这么瘦了还吃泡面，那泡面多没营养啊，还吃，难怪他瘦。但是呢，你要是像我这样的胖子，他会跟我说，你都那么胖了，你还吃泡面，那泡面面饼全是油炸的，活该你胖。他们自己吃泡面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会说真好吃这个泡面。我妈妈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监视我写作业。月黑风高，夜深人静，她从大老远的地方就脱了鞋，然后溜到我的门口，推开我的房门。于是我的脑袋后面就多出了一股我妈妈因小心谨慎还压抑的呼吸声。哇，他把作文念出来了，哇，好棒！然后这时我非常的不理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着嘛。要是当时在学习还好，要是没有在学习，那就要上演一场世界大战。那是因为他曾经有可能光明正大的去看过，但是你有可能那时候没有在学习，对不对？也有可能。你可以跟他交流，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妈妈，你还是穿上鞋子吧，头味儿啊。对，月黑风高容易着凉啊。我妈特别希望我早睡，她觉得我长身体，然后早睡很重要。但是我的个人习惯就是，一到青春期就觉得熬夜比较舒服，我就喜欢晚睡晚起，他就喜欢早睡早起。然后呢，我跟他杠也杠不过，对吧？我就说，我知道说，这还有事儿没弄完呢。他就说，行，你弄吧。然后就这样。我现在跟他说话特别像在坐北京出租车，你知道吗？跟的哥聊天，是不是？他说，我跟你说啊，这晚睡这事儿啊，我跟你聊聊。对。他有那种范儿，哇，太酷了啊！有意思，不愧是跟你是一个学校的，可以啊，都是一脉相承。哎呦呵，吃了这么大，哎呀！喂，你好，这里是天天青春旅社，请问有预定吗？请问一下，我们订了房间呢，我们现在可以入境吗？当然啦，随时欢迎，快进来吧。Hello， 谢谢。你的房卡。你好。来，房卡。Hello， 你好。请，那是你们的床位，大家好，我是张四姐的妈妈钟丽缇。大家好，我是程丽莎，我是一个11岁男孩子的妈妈。大家好。两位怎么一起出来玩呢？那孩子们呢？对，莎莎孩子呢？孩子在家里，他不愿意跟我们出来玩啊。不要了吧。姐姐，这是专门给我们吃的吗？不用了，先吃吧你。你的，你吃，你先吃。这4个我只认识一个。谁呀？王一博。
4个一个都不认识。你王一博不认识吗？跳街舞的都认识王一博。好吧。应该等会儿我们俩妈妈就要上来了。可能待会儿就上了吧。悠着点吐槽啊！悠着点啊！不能影响。你悠着点。我儿子现在不太愿意跟我一块玩，除非我还有带上其他的朋友，他才会愿意来。如果只是我跟他爸爸2个人带他去，他就不太愿意。我也是啊。就比如说，如果去旅行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不去？我想在家，然后练舞蹈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很心伤心了。对，我们这是以前的事，我现在不会这样子了，我现在可想出去旅行。我跟你说，他们都说小孩子啊，最开始就是一个小树苗，在你的手里一点点长大，一点点长大，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一棵树，慢慢它就融进一片森林，你就找不到它了。啊？真的，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嘛，对不对？他有一片他自己的森林嘛。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什么叫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你是觉得我会骗我自己的？哦，他有他的生活，那我也有我的生活，多好。心态好。我不能面对他嫌弃我这个事实。我没嫌弃你啊，只不过就是在你面前有点紧张而已。对，我也有孩子嘛，然后他们也确实在某一个年龄，然后就突然说好像会有自己的想法了，有自己的朋友了，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一样的会有的。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行吗？有话要说，好来。我既喜欢又不喜欢，就是喜欢是因为我妈妈也是搞旅游事业的嘛，所以她特别喜欢带我去世界各地去游玩。然后，但是有时候跟妈妈去旅游会有一些非常尴尬的场景。比如说嘞？就比如说那个平常在吃饭的时候，我妈妈会突然来一句说：“哎，仔，你去旁边隔壁那桌去跟他们讲一些话咯，锻炼一下你的英语。”就当时会觉得非常尴尬，真的心里说你怎么不去嘞？对。吃早餐的时候让你练才艺啊？对。但是我又不能反抗嘛，我就说好，那我去吧，就只能非常尴尬的过去。那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My mother tell me I want to tell you speak English. Can you speak English with me? Otherwise, my mother will very angry. 呀，大老师有经验啊，这是。等会儿啊，不是原辅导在线教育，原辅导在线教育。小雨，还有你有什么？我爸妈是会让我打卡景点儿，就是你去一个省郊，去那几个非常有名的名胜建筑，然后要在前面拍照。但是就是因为我平时拍照是那种自由奔放的风格，但我爸是不要出怪相，然后不要整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姿势，你要板板正正站在那儿，就是标准的游客照。对。太可怕了！这么不堪回首吗？怎么了？我觉得我出去旅游就是为了放松，就是出去玩，但是他们往往就是一定会早上6点钟把你叫起来，只为了就是不要让那2张早餐券过期。节省挺好的呀，他也不是节食，就是爱占小便宜。这个钱呀，不吃就亏了。对，即使你饱，你再饱，你给我吃点鸡蛋，不吃就亏了。对，就是那种。这就是哪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认为我多睡一会儿比较重要，对，父母认为我吃这个早饭比较重要。我觉得他可以先吃早餐，吃好了这个回去休息。还是要回笼觉，完了，来了。哎，我不会在乎那个早餐是不是一定要吃，但是我的点是，如果他早上不吃早餐，对他的身体不太好。哎呦啊，所以我会提醒他，希望你把早餐吃了。你会把他叫醒？我会把他叫醒。你看。我刚才听到那个朋友说的特别有感受，是他出去旅游是为了放松。我们让他去旅游，可能我们是带着任务的。我会让我儿子写一篇游记。好有压力呀！有1个星期哈，我跟他说。我说妈妈给你请假，你跟我一块儿去1个星期，哪怕你可以不用上学，作业可以不做，但是你答应我写一篇游记。他说妈妈，我上学我不去了，我要做作业，我不写游记。
哎，你看啊，我们刚才这个田教授也说了，他现在是这个也是妈妈啊，这个好像有一个孩子现在也在青春期的状态。对对对对，那我女儿13岁了。您会面对这种情况吗？哎，我很能理解莎莎，就是会有目的性的，就可能我不会让孩子写游记，但是可能会希望带他去博物馆，带他去看看展什么的。但是孩子本身他可能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每一次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他都要加入进来，就问得非常清楚，说你到底每天干什么，然后有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去的话，可不可以不去？所以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就确实当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会不太愿意说每时每刻都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进行陪伴。那高质量的陪伴不在于时间的多少，也不在于你是不是让孩子能够达成什么成就，而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彼此的需求，并且呢去给予支持。对，你看啊，其实父母亲都想让孩子们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啊，但部分的小孩呢，专注力相对而言就比较要差那么一点点。大家这个家长呢也会因为所谓的工作繁忙啊，然后就没有过多的时间或者是多余的时间去陪伴孩子们学习和成长。这个不用担心，我们有猿辅导在线教育的陪伴，老师在课堂上会与孩子们进行趣味的互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强大的人文关怀科技。是的，这个我知道，它这个人文关怀的科技也能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厉害了。比如说有些课程大数据呢会观测到部分孩子在后半段的专注力明显下降，课程设计就会前难后面会增加一些趣味的互动，让孩子们能够持续的保持专注和兴趣，从而对于孩子的快乐成长和快乐学习有所注意。这个科技简直了，在孩子们趣味学习的同时，还如此贴心的人文关怀，家长们大可放心。没错，暑假快到了，猿辅导呢推出了语数双科加油包，针对不同年纪的孩子研发了边玩边学的专属学习教具。它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学习思维，激发孩子们主动思考和探索的能力。你还在等什么？你还在等什么？大家赶紧下载猿辅导 APP， 参加暑期好计划吧！谢谢各位，谢谢。都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亲啊，就像两个星球的生物，就好像刚才子豪说的，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和孩子都不是一个物种啊。这刚刚入住的6位孩子呢，也正处在青春期啊，听听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们通过搭建自己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桥梁，能够更好的跟他们来进行互动。那你们现阶段有什么烦恼呢？来，你们说出来，我们听听。我的烦恼就是上了初中以后，额头上面会长一些青春痘。你挡上点啊！你这样糊上点啊！盖个盖儿，有吗？有。教你个秘方，我自己研制出来的啊。甘油、醋和纯净水，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之后，拿支新毛笔把脸洗干净之后，刷在有包包的地方。2到3个月你再看啊，脱皮了，毛笔坏了，毛笔刷坏了。我后来就是自己涂完了以后，我的皮肤你看到现在快50岁了，真的挺好的，对不对？我倒有一个配方，哟，你也有配方？就是说这不是配方，就是拿新鲜的芦荟，那个时候直接贴上新鲜的芦荟，那个芦荟肉啊，那个汁儿涂一下，那个很有用，痘痘全长在芦荟上，转移过去了。那我回家可以试一试。但是呢，这个东西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啊，它就那个年龄阶段，你不去管它，对，那还是不好。天宇，我觉得就是到青春期之后，那个世界就像它一下就打开了，你知道吧？就是原来你小时候很多不知道的事情，还可以有这种玩法。然后就是他就是长得特别小，但是看上去又像我舅舅似的。你要不说50都过不去，但是他又只有15。What happened？ 葛大爷，就感觉生活丰富了很多。哎，是，对，但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形，就是学习、睡眠和玩儿，你3者只能取其2。
你听一个10几岁的孩子说只能取其二，这2个字。3选2，我要跟你请教一下。那取哪2个呢，葛大爷？是有的时候被迫的就选了学习跟睡觉，这不就玩了。学习完了睡觉，但是玩呢，你能舍弃玩吗？对，就是不想舍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对吧？就这事儿由不得你嘛，对吧？你看看，可以，大爷说的对吧？什么事儿由不得你？对对对。小猪，我希望我能让认识我的每个人都变得很开心，就是我想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你的烦恼是段子不够好笑，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我的烦恼其实就是我想让每一个人就开心呢。如果别人不开心的话，我也觉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别人肯定不开心啊，永远有人不开心啊。也不是所有人为了你看来了啊，恭喜恭喜恭喜！也不是所有人听了笑话就可以开心的，每个人开心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的烦恼就是我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每个人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尝试着，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青春期的一个任务就是能够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你的评价来自于一些外界啊，别人开不开心啊，别人好不好笑啊。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蛮辛苦的。而且你可能适合当喜剧演员，然后你可以和旁边这个朋友组成一个相声组合。那丽莎姐有什么困惑吗？对，我刚刚说了，她就是拒绝我的一切安排。比方说，我很想让他跟我一块拍个照片，我希望有一个稍微亲密一点的或者温馨一点的。他那天居然跟我说了一句，说我觉得这个好娘们儿啊。啊，就是在一起拍个亲密照片也不行。对，他现在会抗拒。他以前小时候很乖，现在你想跟他拍是不可能的。你真的那么不喜欢拍照吗？嗯，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有了性别的意识，有了强烈的性别意识。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扬他，是吧？说你哇，好棒哦！哦，我学到了，我今天回去就表扬他。对。然后他不允许我给他买衣服，那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找女朋友。你知道我从140开始，中间150的所有衣服都没有买过。然后当我发现他的衣服全都小了，穿不进去的时候，你当买就直接买到了160。他就穿那衣服越来越短，变成露脐装什么类似这样的，哇，好性感。然后长裤变成了5分裤，好厉害。所以其实我是有一点点苦恼的。你想，我如果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我很希望把他打扮的帅帅的，我在他旁边走，我也觉得很开心。他不可以，我就要穿我要穿的这个衣服啊，我不要帅。因为我觉得那样就够帅了。要有招一定要动脑筋有招。什么招？你比如说，我儿子，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玩那种打怪兽，男孩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打怪兽有一个绝招叫念咒语，一念咒语，这个怪兽就定在那儿，你就轻轻松松打败他。要不要学咒语？他当然想学咒语了。想学咒语对不对？好，跟着爸爸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他一下子就学会了20-30个咒语。哎呦，这么厉害！这个好聪明啊！而且我觉得韩哥这个特别好。就等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我父母小时候跟我说的话全是对的，但唯一不对的原因就是他说的原因都是错的。就是角度问题，对不对？引导如何引导他？对。钟丽缇小姐，您的小朋友会不会，比如说拒绝给你抱抱或者亲亲？现在我的老3就是小口啦，他已经今年11岁啊。然后我们是过那个母亲节，我问他，宝贝啊，妈妈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就是我们2个关系更好。然后他说，以后了你在外面能不能别亲我？抱我，我以为只能男生会这样子，但是女儿不会，女儿不是跟妈妈很甜蜜吗？然后我很伤心啊，我说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他都看我呢，而且你在外面声音太大了，我也真受不了。那我觉得我女儿就是这么可爱，我就希望我可以随时随地在外面可以抱他们呢，亲他们呢，但是他们拒绝我。因为他有了自己的这个概念嘛，对不对？他有独立了，对，否则在别人面前好像看起来他是一个妈妈的妈宝啊，或者是你是他养的一个小宠物，我叫你来你就得来，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有独立的人格了，对，所以你要接受。你们会抗拒自个儿父母跟你们抱抱亲亲
我感觉我小时候会，就是应该正好就是在那个10岁到15、16岁的阶段，会很抗拒跟爸妈有那种很亲密的行为。我觉得可能是当时我也不是具体的抵抗那个姿势，或是那件爸妈给我的衣服，我就是想要去确立我的领地，去树立我的权威。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小孩都这样，但是我觉得就等时间过去吧。就是到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有一些返祖现象，就是我会开始想要和爸爸妈妈亲昵。心理学不是也说，就是人是从依赖到独立，最后的阶段不是独立，是互赖。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探索那个互相依赖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但中间肯定会有很长独立的时间吧，我感觉是这样。你看说的多好，是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不愧是辩论高手啊！刚刚姐姐说，是为了树立一种权威，但是我不是这样。我妈妈曾经买过一双她认为非常时尚的鞋子，她说搭什么衣服都好看，但是我就不这样认为，她就非得认为我是这样跟她对着干，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是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哎，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本来我要穿一双高跟鞋，我儿子说那个很老，你要穿个小白鞋。啊，我真的有审美了。对啊，这个就很好看啊。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他自己可以选择了，自己你管他好看还是不好看，他觉得好看就好看，你也不要觉得他穿短了就丢人或怎么样，他穿短一点，我也穿短一点。别，啊，真的，你吓人，那个。这爸爸感觉挺好的，这个爸爸好好啊。哎，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每次都问你们一个事情，不管是吃啊、穿衣服啊，大家都会说随便？我是因为你说的那些我都想要，我都想要，但是我只能在这么多里面选一个，我只能说随便，因为我每一个都想要。我是觉得是，他曾经给过自己的意见，但是你没有听他的，你不在乎他的意见，你只是在乎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之后就会说，哎呀，随便吧。就是每个人的随便就是意义都不一样，可能这个时候的随便跟另一个的时候的随便又解答的不一样。可能说我这个时候说随便，只是我现在在忙，我不想想这个问题。另一个的时候的随便，可能是真的就是无所谓。那丽莎姐还有什么困惑吗？我儿子上了小学之后，我真的焦虑很多。比方说前2天他过生日，我开了个 party， 然后那边的妈妈就坐在那里，大家一块聊天，然后突然就说：“哎呀，我们家儿子做那个课外作业要做到11点。”好，我当时心里想，哎，我们家没有做课外作业，也做到11点。哎呀，现在不要做课外作业，他们才小学、初中再说吧。那当然了，你们家孩子都考100分，当然不用做了。啊，我现在想，那我完了，这个 party 崩溃了，哇！我当时就会很自责，妈妈们聚会最后还是会聊到孩子对，比方说聊什么美容啊，聊什么其他的，我都好自信的，然后聊到孩子这里，我特别怕我做的没有那么好。你老是跟别的家长比，别的只是别人，哎呦喂！韩哥，你有没有对你儿子有所规划？希望他怎样？没有啊，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对，没有，完全没有。因为韩哥不看别的，你只看自己，不看别人。韩哥就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对呀，韩哥刚才说那些，谁不想有韩哥这么一爸爸？我觉得教育它其实教育的前提是观察，你不会观察，你就一定不会教育孩子。观察的前提是往后退一步，而不是往前进一步，就是你要远远的去看这个孩子。比如说小朋友拼乐高，妈妈一定说买一个柜子，把他拼好的乐高都放在里面，然后别人一来就可以看见，哇，你好棒，可以拼这么多。我从来不是这么想，我告诉他，按照图纸拼好，那是你的执行力；把它拆开乱拼，那是你的创造力。哎，真的是，爸爸更看重创造力。韩哥，我的汗都出来了，我不能再聊下去了。那挺好的，他们是爸爸，不一样，这种心理是不一样的。对，我跟乐乐有聊过孩子的问题，不是你这样的状态。我这么比较一下，我觉得我做的好差呀。不及格是吗？不是，你非常之优秀，你非常优秀。但是就是你及格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将来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而且做到了，还是及格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变得很快乐。
对，快乐对孩子很重要。我及格的目的仅仅是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不要有一天他长大了之后，他说这是最差的答案啊，好自私。不是，是我怕他说我。他怕他说我妈妈，你为什么没有别人做的那么好？是我真的这么想。哦，就像韩哥做的很好，我不知道我儿子看了这期节目，他会觉得你看别人的爸爸做的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要求我？你看别人的爸爸做的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要求我？不会啊，别人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是自己的，管他呢。只有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最好的。所以我才会很焦虑啊！我想跟莎莎说一下，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心目中的标准，我想做一个完美的妈妈，或者特别成功的妈妈，合格的妈妈，就是你有一个标准。但其实我们心理学真的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父母是特别成功、特别合格的。就你不要有这个标准，不要那么多压力了。你一定要记住，教育给了我们分清善恶的能力，但是什么可以给我们扬善抑恶的能量？能力和能量是不一样的，有能力不代表你有能量。现在很多人都有分清善恶的能力，但是在那个关键的那一刻，他扬善和抑恶的那个能量从何而来？这个是一个关键。你应该写书啊，然后打开是一本游记，上面。对。好，莎莎，你还有什么？还有困惑呀？还有困惑。我有时候会着急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也是因为可能就是电子产品哈，现在电子产品对年轻的一代影响真的很大。会控制我儿子玩手机，我会把他 iPad 没收，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他觉得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他哭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最近在班上交不到朋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那如果我没有玩，我就没有朋友。我那一刻很心疼，很心疼。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特别想问问你们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大，我觉得电子产品是对我们现在人类的影响都很大。就可能你儿子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能做？我觉得你在限制我的权利和自由，所以说他会不开心。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在之前是收掉了的，就不可以玩。这半个月成绩直线上升。是由倒数第几名一下子变成了至少前5名。我觉得这个 iPad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可是如果他是个电竞天才怎么办？啊，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电竞那边的那些就是打得特别好的人，他非常自豪。但是我也跟他讲，我说你确定你要去干这一行，把这个打游戏当成你的终身职业吗？学业先学好，再去做选择，都不急。而且我觉得自控力是不是有可能分事儿呢？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一直在玩游戏的话，那肯定自控力就不好，因为我要控制掉自己现在不能玩游戏，要去做一件就是该做的事情。但如果说我今天确实没有事情，我打游戏又怎么样呢？哎，他成绩上去以后，他开不开心？他挺开心的。哦，那你就利用这个开心，所以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看你成绩好了，你是不是也很开心？你迫不及待的跟妈妈打电话说你考了多少分，是不是这个皆大欢喜？我告诉你，你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你就说太好了，为了庆祝你成绩上去，今天妈妈跟你玩一盘游戏。哇，你好智慧啊！对，我觉得韩哥说的特别对，家长的套路了解一下。你们觉得自己自控能力怎么样？我是一个就是吃货，就是我在学校那种食量，就是比一般人的要大那么个2、3倍的样子。大那么个2、3倍的样子。那大的有点多。我在学校花的钱就是经常就是超额，养活了学校门口好多摊贩，对不？对小卖部挂他照片的哇。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胖的那种身材，我喜欢就是对面这些姐姐特别苗条、特别好看的那种身材。看看这个身材，它不是身材，它是反面教材。还早，对，还早。等胖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哎，那我想问你，你吃的是很健康的食物还是垃圾食品？完了，你们所有的妈妈完了，妈妈的问题来了。我在学校吃的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食品，但是3倍量。对，我的量非常多。到了1倍的时候还可以，到了第3倍，那后面的都是垃圾。我跟你讲，真的，所有的妈妈都一样。那是因为妈妈1年有300天在陪伴孩子，爸爸1年最多只有60天在陪伴孩子。我不止，他肯定不是。感觉要辩论了。如果你真的有300天也在陪伴孩子，他天天都喝可乐，我觉得你也会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当然呀，天天喝可乐呀？对呀，他自个儿也疼啊，他自己也会觉得想喝点别的。对，天天喝可乐，我天天喝我也不行。其实主要是要运动吧，我觉得。气着的，我好受伤啊！我觉得就是这边爸爸们，就是韩哥他们就是爸爸团嘛，就是这个负责的东西不一样。妈妈就是负责给孩子这种关注啊、安全呀、这种吃喝啊这些照顾身心的照顾的。那爸爸他就是负责让孩子探索和体验的，所以这职责天性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对，妈妈有的也没这个想法。像我妈就完全不管，就是她也没有任何知识。我记得我弟10几岁的时候身体发育嘛，有一天他就一直跟我爸妈说他胸口疼，然后我弟自己很惜命，就因为没有人管我俩，他就自己一直跟我妈说妈我胸口疼，你赶紧带我去看看。然后我妈拖了1个多星期就带他去看了，然后后来那个医生说那也是过分，他就是乳腺发育。我妈说男的也乳腺发育，然后医生说是。哇，是吗？就心比较大的妈妈，对。我觉得是因为像莎莎姐您这样的妈妈，就是太怕自己的做的不到位影响到孩子了，所以你就会超级紧张。很正常，妈妈都会想保护孩子。那小雨，我感觉我真的从小到大钱都是自己管。哇，这好棒啊！就是我觉得试错要趁年纪小吧，因为你的成本其实是最低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乱花钱，你也花不到哪儿去，因为你一共也没多少钱嘛。然后我是真的有一次是3天花完了，多大的时候？13、14岁吧，差不多。对，就是压岁钱，我妈她是真放心我，全让我自己管了。但是那一周住宿我就没有钱吃饭了，然后我就吃泡面什么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很难过，然后我就知道我以后不能再这么花钱了。但其实就是你这件事儿，你在13岁时候干过，你就不会在23岁再犯这个错误。所以我觉得就是趁孩子摔倒了也不会摔多狠的时候，就先让他错一错。这个我觉得你说的对，也有可能我跟了4阶。比如说他下个月他有个朋友在长沙，他说妈妈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我要飞到长沙，因为我觉得我太宠孩子。然后他可能是习惯了，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安排他好，但是以后呢，是不是要让他自己转些钱，然后那个机票要自己付吧，就是让他的机会他自己花钱就会好一些。我可以付，你有钱吗？还行吧。然后刚刚说那个花钱的事情，我突然特别想分享，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当然。我觉得我还挺自豪的。他是个还挺懂得节制的孩子，但是他也有很多压岁钱，他有大概5万块钱的压岁钱。他每次要花钱，他给我买了一个400块钱的唇膏，他就说妈妈这个好贵呀。但是他当时在要做一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他说我想捐出我所有压岁钱的1半。哇，我当时很感动，我觉得很棒，很棒，好孩子好孩子。你完全不用焦虑，这么好的孩子，真的，你不用担心。就凭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真的，让他回去玩游戏。对。还有好，刚我们聊到这个自控力啊，谁来做一下啊？来，葛大爷，我觉得我觉得吧，哎呦，我觉得我要坐正，哎呦，就是您是希望他提高自控力嘛？但是因为你害怕他没有自控力就会怎么样，对吧？
你怕他钱花完了没钱花了，对吧？或者成绩下降怎么样的，所以你就想帮他管，对吧？就他自己干不好这事儿，你就帮他干了这事儿。就像他说的，对吧？你13岁犯过这个错，你就不会在23岁犯一个更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自控力恰好是一个你所有的包袱里面，你必须扔给他自己，让他自己去解决那个事情。好嘞，师傅这儿踩一脚，我下了啊！哎，好了。我们刚才听那个莎莎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家里孩子青春期的一些烦恼啊。接下来我们听听，有3个女儿的这个钟丽缇小姐有什么困惑？你的末日到了，来吧。你过好了，你过完了。因为她是跳拉丁舞比赛，有时候她要化妆嘛，所以她不问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关于什么妆发呀、穿搭，我都特别懂。我是女神嘛。我是女神嘛。为什么不问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会很伤心。我平常真的啥都不画。我就希望，因为我是从小我跟3个孩子就是关系非常好，我们什么都可以分享，但是他会找别的人分享，为什么？因为你的穿搭跟我的不一样，小姐。她的穿搭柠檬绿。我是女神嘛。好，就是您小时候，你愿意主动跟你妈妈去分享一些东西吗？因为我跟妈妈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哦。我父母特别的严格。他们只能跟我们交流的，就是说做功课了吗？吃饭了吗？洗澡了吗？就是没有别的。但是我从小跟我3个孩子是关系非常好，就还像朋友一样。我从来都不会给他是控制他们的习惯，什么都可以聊。我老大现在23岁，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可能他青春期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叛逆，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坚持了解他、支持他，现在我们是非常好，他什么都跟我分享，所以要不敌人。哇，是就是不一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些他就愿意跟你分享，你手气不错了，已经有一个愿意跟你分享的了，你还想要对吧？赚到一个了嘛，对不对？真的啊，莎莎，你家儿子会跟你分享吗？哦，我儿子，我觉得他会跟我分享50%吧。我觉得我跟他什么都可以聊，我特别希望跟他做朋友。然后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意识的跟他做朋友。有吗？朋友之间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吗？哎，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懂，我们的世界大人不懂。是，聊他喜欢的女孩啊，聊男生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包括我跟他爸爸之间，不会当着孩子面说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跟孩子讲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家长觉得说你是小孩子，我们大人讲的话你听不懂。我不喜欢这句话。我觉得孩子的成熟能力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你但凡能跟他爸爸聊的，都可以跟孩子聊。好，你们的秘密会愿意跟爸爸妈妈聊吗？好。我都有话说呢，来，秘密，西怡。我非常非常不愿意。为什么？就是我妈妈对我的学习管得非常非常的严。就比如说我考了个第5名，我妈妈就会说，那你看看第4名有多么多么的好。我考了个第2名，我妈妈就说，你看第1名有多么多么的努力。就是，那你万一要是考了个第1名呢？你看老师咯，他都是出卷子的人了啊。那当上老师了呢？当上老师，你看校长了，永远有比较。对。然后我跟我妈妈感觉沟通的时候，中间隔了一条东非大裂谷一样，就是特别特别有代沟，因为她会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会怪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宁愿去跟我的老师、跟我的朋友去一起讨论，我也不会跟我妈妈说。我妈就不这样做，我有什么困难，我有啥都会跟我妈说，我妈就会安慰我。我妈我觉得特别客观，特别好，我也觉得是。好，那刚才举了牌的还飞哥。就比如说，你觉得你长大了，有一些事情不能那么直接的跟妈妈说的小秘密，我会写在日记本里。但是我有一次听到她跟她的好闺蜜说，她把我那个用订书机钉起来的那几页纸，用笔这样从里面挑，从那个缝里面去看里面的内容。
性里面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可能会让孩子引起反感。你把东西钉起来，不就是希望别人要看挑开看吗？是不是？因为别人挺想看，哦，这页为什么钉起来了？哇，我一定要看这页啊！你就在那儿瞎放着，他也不看。对，你就一甩，他根本不会看啊。那男孩子刚才谁举了牌？子豪。就我的手机屏幕对于我妈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吸引力。就是你见过一个青少年密码用26位吗？26位。哇！每回开个手机，哒，神经病，为什么要这么多？真的，我就天天在家里跟我妈博弈。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我会更愿意找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家长？就是我妈一定会说，那肯定是因为你最近玩手机玩太多，那肯定是因为你怎么样，她会在找你这样的问题。来，这个是我是你的朋友。什么？对，如果你是我的儿子，我肯定会尊重你的隐私啊，而且我会帮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说你不好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秘密，我如果妈妈问，然后我说我不想跟你说，我妈妈就会尊重。换个妈妈，我妈就在下面，可以吗？没事，干妈妈，对不对？干妈啊。我想知道妈妈们是真的对孩子们的小秘密特别好奇，是吗？肯定吧。当然，如果他要谈恋爱，就是我就希望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你希望见家长对不？我先见家长啊，先跟妈妈谈好吗？妈妈喜欢了你再跟她好。因为我要3个女儿，有可能跟男士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减少麻烦，我也希望他也不那么快就是被失恋伤害，对吧？哦。哎，葛大爷刚刚听完这些之后，只举牌。我想问一句，就是您现在更关心那个他不愿意找您说心事那个话题，还是更关心早恋这个问题？特别像电台的那种接电话的那种啊！哇，花开2朵，各表一枝。您是想了解早恋的问题，还是想了解孩子不愿意跟您说秘密的问题？早恋问题请按1，然后孩子不愿意跟您说秘密的问题，请按2。2个都想知道。好，那得请充值啊！我这有卡。先问哪个，我先说哪个吧。就是您看，您之所以是一个妈妈，是因为您有孩子，对吧？没有这个孩子，你就不是妈妈了，你就只是你而已，对吧？就是这个身份是孩子赋予你的，所以你考虑什么关系，你应该去想孩子怎么想，不是说哦，我可以是你最信赖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是你最信赖的那个人。这个事儿应该孩子来决定，就是他要不要选择你来作为他最信赖的那个人。对，就是这样。他要不要选择你来当他最信任的人？这个很棒。您想他对您怎么样，您就应该对他怎么样，对吧？你说你有的家长他挑剔孩子成绩，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反过来就不会这样，孩子就不会拿你跟别人说，你看王叔叔，你挣5000，他挣1万，你跟他有得比吗？对吧？你说孩子排名掉了，回来跟你说，哎呦妈妈我没考好。但是你说你那个职级掉了，你也跟他说，你说哎呦对不起，我年终奖拿少，对吧？你也会这样吗？你也不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就这个感觉，对吧？哎，因为我妈妈她就是，你说她现在面临2个项目，她不知道该挑哪个，你知道吧？她可以干这个，看那个，她就可以问我，不管我最后说了，她听没听那是另一回事，对吧？但是她愿意来问我，所以我有事我也愿意去问她，就是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哇，厉害！您这么一说就对了。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按1。那请问你对早恋有什么看法？早恋刚好是一个完美的融合了封建制度下家长权利和性别视角的特别容易产生矛盾话题。再说一遍，没听懂，再来一遍，融合了什么？618上小忙，抢199减100粒减券，提醒您稍后看点。大张伟，我张振伟，我派你去治你的学弟。大老师。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肯定会被很多男生喜欢，那怎么才能不让男生喜欢我呢？什么？扣子要扣成这样，对不对？出门是这样，对不对？哎呀，谁也不能喜欢我！我要吃馒头。你们刚才在这个青春旅社里面说的每一句话，
孩子们都听到了，他们愿不愿意来到现场和妈妈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等待孩子们选择。我是天天向上惊喜福利馆小芒 APP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粒减券，爆款好物任你选。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粒减券，爆款好物任你选。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按1。那请问你对早恋有什么看法？早恋刚好是一个完美的融合了封建制度下家长权利和性别视角的特别容易产生矛盾话题。再说一遍，没听懂，再来一遍，融合了什么？就是早恋，他把这个最容易带来矛盾的2个事儿给揉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你想，家长在别的事情上带入了他的人生经验，可是偏偏在这个事情上，他不会带入自己的人生经验。我觉着一定要告诉他，就是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你要让他知道。你看，如果他对恋爱没有现实中的了解，他只能从艺术作品当中去了解一个事情。但是艺术作品有价值的部分都是他不真实的那部分。他恋爱的本质应该是2个很独特的个体互相吸引的，对吧？在一起。但是你在，如果你没有在现实当中跟他去交流这个问题，对吧？你对他讳莫如深，然后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会在完全不清楚本质所在情况下去模仿和追求那种空虚的外表。那这样的话，一定对他和对你都是带来更大的伤害。大张伟，我说张伟啊，我派你去治治你的学弟。大老师，他太适合说脱口秀了，你知道吗？他太我能不能加一个你的微信？一会儿还有你父母，太厉害了。他适合百家讲坛啊，百家讲坛来推眼镜啊，这个纪连海，还真是，我说的嘛，越来越好。天宇一定不会有什么青春期的问题，但是担心他的爸爸妈妈更年期会有问题啊。对，他就直接啊，他感觉这人生下来就40了，已经啊，对，可以，跟他爸爸妈妈唠哦，可以，哎呦，对，爸妈就像一张饼一样，咵。各种观点的碰撞，哎呦啊，可以。那既然聊到早恋了，那我们就聊一聊，好不好？希怡你怎么看？就是我妈妈特别不同意我早恋，她就在想，就是那些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肯定会被很多男生喜欢，那怎么才能不让男生喜欢我呢？什么？对。你妈妈每天都琢磨怎么不让男生喜欢你。对，就是因为她特别不希望我早恋，所以她就故意把我扮得丑一点。哦，所以你养成了吃3倍饭的这个。哎呀，谁也不能喜欢我！我要吃馒头，让我妈省心一点。好感人呐，多吃一点。对。所以每天我妈妈就是在我上学之前就会让我的头发散一点啊，或者让我的就是衣着不要太整洁。扣子要扣成这样，对不对？出门是这样，对不对？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呦，我帅气，法国风情 ，salute。就他会想一些办法。对，导致现在我跟我们班男生那些关系都是处成兄弟的那种。哦，兄弟还不错，挺好的。妈妈也是用心良苦。3位妈妈有没有担心小朋友会过早的进入到这个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年代早晚孩子们都会恋爱吧，那个时候的是很单纯的。一起做功课啊，一起吃饭呀，这个是我不担心，因为它是 puppy love， 很单纯。但是如果有一天呢，我女儿就是找到一个也可能是结婚的对象了，那这个时候我会教导，我会问她3个问题。哪3个问题？3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他，你能不能活？如果我女儿的答案说我不可以活，那我会跟她说，那你对他的爱不是爱，是依靠，是依赖。然后第2个问题就会觉得，我希望你们2个一起有一个健康的长长，然后希望他可以
帮你做一个最好的自己。然后第三个是，如果有一天呢，那个男士呢，他生病了，然后或者说他是出现问题，你是依然能爱他吗？因为现在孩子们都是13、14岁，都是很单纯的，但是以后呢，如果是真的是要考虑那个结婚的对象，我会这样子教他。但是我老公呢，肯定反对就是早恋，因为他觉得我女儿她很喜欢跳拉丁舞啊，拉丁舞你看她有那个动作啦，特别性感，然后她的跟舞伴呢在一起，然后她穿的衣服特别紧实，还有化妆，她还是觉得这个她第一个男朋友可能是她的舞伴。所以呢，我老公是肯定不让她跳拉丁舞，现在我女儿都跳街舞、嘻哈了，是 hip hop 了。莎莎会不会有这种担心？他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妈妈谈恋爱可不可以同时跟2个女生谈恋爱？”这什么玩意儿？厉害厉害！干什么呢？我说不可以。他说：“那如果我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我又喜欢那个人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喜欢这个人，你还喜欢另外一个人，只能代表你不够喜欢那个人。真正的恋爱就是。”你喜欢这个女生的那段时间，你不会喜欢其他的女生，这才是叫真正的恋爱。我倒是不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我没有说到鼓励的程度，但是到了青春期，因为什么荷尔蒙的作用啊，那会有这种萌芽的好感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正常。而且其实我们有研究，这种比较萌芽期的感情，你不去干预它，它可能几个月自生自灭，它就结束了。我们称为那种小狗的爱情。但是你要去干预它的话，可能就会产生问题。比如说棒打鸳鸯之后，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他们反而会情比金坚，那种心理压力、那种焦虑反而会影响学习还有生活，这才是问题所在。对对对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孩子在发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时刻，你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你会觉得他在怎么地，你不要去问他，哎，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Oh no， 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Oh no， 哦，真的吗？对。哎，我儿子真的很喜欢发呆，他在浴室里面，就是他说妈妈我穿衣服，因为我在外面嘛，他关着门15分钟都没有出来，夏天穿衣服要穿15分钟，我说你还在穿吗？啊，然后最后他出来，我说你在干嘛？我在发呆。偷偷告诉你，我当时在看漫画书。我告诉你，发呆的孩子是他在自己构建他自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那个时候是非常珍贵的。我儿子发呆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一句话都不讲，我也跟他一起发呆。那他在上学的时候，早上那个珍贵的时间也会发呆吗？不会啊，我儿子真的会，就那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上学要出发的时间，如果你不喊他，他就一直在那里发呆。那是他没睡醒。那不是发呆，那叫醒盹儿啊！对，那叫醒盹儿。那发呆和拖延怎么区别？分谁着急。你不着急，永远不叫拖延，好吗？我懂了。哇，我今天真的来对了，我今天真的来对了。你们会有拖延症吗？来，子豪。就是我妈每天唠叨我，可能有80%的话就是在说我为什么那么拖延，但是我自己其实我认真的觉得我不拖延，我认为我可以掌握好时间。就比如说这次来长沙，我们坐高铁来的，然后我在高铁上睡着了，然后快到站的时候，我妈就把我叫醒。那个高铁还没有完全到站，它还在滑行当中。就我在心里就计算，就是它从这儿滑行到站口大概还有1分半的时间，那我还可以再睡1分钟，然后再拿20秒清醒自己，再拿10秒钟拿行李，就已经计划好了。对。然后我妈就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拎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妈就很不尊重我的就是时间管理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跟田老师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啊。但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啦，我是觉得小孩子有拖延症很正常，像我一直都有。可是差别在于你开始工作进入社会，你会自己调整。因为如果你错过飞机，就是你错过飞机；你迟到去上班，你就是会被开除。就是你会自己做错而在错中学习。对，答案会让你重新问问题的啊。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们说的，他们
不见得是真的在拖延，就我们家长觉得这是在拖延。对，都是家长着急嘛。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有这样子，像在父母眼中看起来比较叛逆啊、不听话这些表现，其实反而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因为我们的青春期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脱离父母，要寻找那种自己做主的这种感觉。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呢，更应该去支持，而不是说去打压。两位妈妈今天来到天天的这个青春旅社啊，听了很多孩子们的分享，对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很多了解。节目组呢，通过两位孩子的爸爸，把这2个孩子也请到了节目现场。莎莎姐懵了。所以你们刚才在这个青春旅社里面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到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他们愿不愿意来到现场和妈妈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等待孩子们选择。我觉得你女儿肯定会来，但是我儿子就不一定了。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立减券，提醒您稍后看点。没有一个愿意来的，没有孩子，没有一个愿意来的。他们在哪里？是在上面的那个吗？上面还有2个人呢。好，我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妈妈。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子说。我是天天向上金钱福利馆小芒 APP 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立减券，爆款好物任你选。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立减券，爆款好物任你选。两位妈妈今天来到天天的这个青春旅社啊，听了很多孩子们的分享，对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很多了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对2位孩子呢也做了一个采访。你们知道吗？知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是侧面的。你觉得你的妈妈是一位什么样的妈妈？描述妈妈的话，表演能力特别好的妈妈，尊重我，很多时候她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依照我的想法来。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有些时候很大方，但有些时候又很小气。善事，比如说捐钱的时候，我都特别大方的拿出很多的零花钱去捐。小气这个点呢，就是车能开就行，坐得舒服就行，并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豪的车。房子呢也是舒服就行，然后也没有必要去买那么很大的房子。你觉得你和妈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老板和员工的关系，然后我是被骂的员工，然后又被扣工资的员工。这个工资是我平常的时间，我妈妈会占用我的时间来批评我。进入青春期，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大部分时间我玩游戏都是跟同学一起玩，开着语音麦克风一起边聊边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样可以巩固我们的友谊。但是有些时候正玩到一半，跟同学聊得好好的，然后突然我妈妈就从我身边闪现过来，然后就抢走我的 iPad， 把它扔到了九霄云外，然后还对我说：“你怎么回事？一天天就知道弄 iPad， 然后也不去干点正事儿。”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成绩不是因为游戏，不是因为 iPad， 但是，我的家长、我的老师都会把这些东西，归为 iPad 害的、游戏害的，天天想着游戏。但是我觉得并没有，确实挺需要游戏这个东西，因为像我们班同学都在聊游戏，因为没有跟我同学能聊到一起的话题，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同学聊天，然后就跟妈妈说，然后妈妈才给我的游戏。你最不喜欢听到妈妈说的话是什么？不许动 iPad。还有一句话我其实特别不想听到，就是我爱你，我觉得我都快听腻了，太幼稚了，我觉得。你最不能理解爸爸妈妈的事情是什么？妈妈就是每次出门都要化妆，女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化妆上？女人已经够好看了，为什么还要再那么臭美呢？你最希望妈妈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最想让他改变的还是把脾气稍微稍微降低一点，然后还可以就是他有些地方还是做到能够更了解我一点。在你心里，妈妈可以打几分？9.5。哇，满分多少分？10分啊。可能是100分吧。好，接下来。你觉得你的妈妈是一位什么样的妈妈？美丽，然后温柔。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乖，单纯。我没有那么的温柔，但是我可以算漂亮吧。你觉得你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我和妈妈的关系其实很好，因为就是她也曾经跟就是她朋友啊说过，就是我跟她就像姐妹一样，然后就是有什么秘密我都会跟她分享，然后她有什么秘密也会跟我分享。进入青春期，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有2个。第一个就是爱发脾气，就是会跟妹妹吵架啥的。然后第2个就是来例假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吃辣，不能吃冰，跳舞的有时候都跳不了，所以对，那是最烦的地方。你最不能理解爸爸妈妈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如果骂妹妹傻的话，或者是神经病，我爸爸不会管，因为我爸爸知道我是在逗他，但是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在骂他。然后有时候我就得跟我妈妈解释，我得跟我妈说，妈妈，我没有骂他，我只在跟他开玩笑。我自己觉得那是开玩笑，就是对。然后我妈妈可能就会觉得我在对他不好。在你心里，爸爸妈妈可以打几分？妈妈肯定是10分，因为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虽然有时候我会不耐烦，然后跟妈妈有那么小的矛盾，但是我觉得，妈妈是就是把我生出来的，然后妈妈也是我世界上第一个最重要的人，所以一定要给她10分。然后爸爸呢，可以给他一个9分，因为爸爸有时候会教养我，然后呢，他教养的时候就是那种会很严厉的教养，但是爸爸其实我也非常的爱，因为爸爸会教我很多知识，并且每次打游戏或者去看电影都是我爸爸跟我一起去的。对。你最希望妈妈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里？我希望她可以变小25岁，然后妈妈也可以成我的一个小闺蜜，一个大闺蜜。我希望妈妈可以晚出生25年，所以呢，她就可以再陪我，再过我这一生。哇哦 ，so sweet。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子说，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我父母是特别传统，特别严格。所以我说有一天我有孩子了，我肯定会当他们的朋友，给他们的空间可以长得比较健康。我听他的答案，我真的觉得他的心里也是挺平静的，挺健康的。你做到了，你做到了。节目组呢，通过2位孩子的爸爸，把这2个孩子也请到了节目现场。莎莎姐懵了。所以你们刚才在这个青春旅社里面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到了。是在上面的那个吗？真的哎，上面还有2个人呢。上面2个是谁？这是我们的舞蹈演员。哇，你们好有耐力哦！躺了1期节目。是要去洗手间吗？我还好，很多人。辛苦了。我一直以为是他们。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他们愿不愿意来到现场和妈妈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等待孩子们选择。我觉得你女儿肯定会来，但是我儿子就不一定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2位妈妈的孩子是否会来到现场？让我们一起来倒数：5、4、3、2、1。没。
没有一个愿意来的，没有孩子，没有一个愿意来的。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啊 ！Hello， 大家好。哦，我以为不来了呢。惊喜惊喜。Baby cry。好，谢谢你能来。哇。四姐，你刚才听到妈妈讲那么多地方，你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认同？其实我觉得他说到我化妆和打扮的，我有点不赞同，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风格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我，所以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喜欢他的风格，懂他的审美。缤纷的审美啊，不一样的。那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我想对妈妈讲，谢谢你把我生出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谢谢你对我的关注，还有安慰，还有意见，还有建议。亲爱的，你刚才说话，妈妈也挺感动了，我心里很安心啊。我会继续努力，给你一切鼓励、支持、打扰，然后我也希望你是一个很健康的宝贝，然后心想事长，爱你。子成，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谢谢。领导，这是一位领导，跟下属在这里说啊，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哎，客气客气客气，继续努力，哎，好不好？小陈，哎，好嘞，好了，跟老郭好好过。我来这里真的收获很多，我还是觉得我对你，我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妈妈，但是我会努力的。但是我觉得你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谢谢你让我成为妈妈。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没有想到儿子会给了我那么大的肯定，我真的很开心。跟他们聊完天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比较，孩子的成长是他自己的成长，而不是妈妈的相互比较。这个重点真的不是在于我，而在于我怎么样支持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独立的空间，让他慢慢长大。希望你有一个很美好的青春期。谢谢妈妈。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是还继续互相支持，多思考他们的角度，给他们多点空间，鼓励孩子们，拥抱他们，尊重他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加油，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幸福美满。你看啊，青春里的这个烦恼有很多，当然青春里面也有泪水，但是不论是快乐也好，悲伤也好啊，这就是一个成长。谁的成长不烦恼，谁的青春不迷茫？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那是洪水猛兽。我是天天向上金钱福利馆小芒 APP 618上小芒抢199减100立减券，爆款好任你选。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重大消息！重大消息！近日，天天兄弟受三星堆邀约，成为首个进入三星堆参观、体验拍摄的主持团体。好震撼啊！他们兴高采烈，真的，全是金饰，对，金光闪闪。哇，我们要入坑了！我跟你说，那我们能下，真的能下吗？我们先拿上来看看，拿上来看看。哎，上面有个玉器，真的，我的天，青铜器这么容易打出来？哦，这个好大啊！可以了，可以了，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2号祭祀坑出的那个3号神树，好漂亮。哇，这个就是那个金杖，对，这个金杖它是我们的6大国宝之一。第2件文物它更厉害了，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这个实在是太震撼了！哇，神树终于见到神树了！他们惊魂未定。哦，可以上去看一下。不是我，不是我，是你没有拿住，我没拿住啊，这不明朝的吗？这宋代的。
我们的祖国式花园系列今日收官，他们怒火中烧，30战3赢27输的战绩绝对不是白来的。一博，但是上2场。博物馆讲解员是不是要准备了？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卧底。就是因为最后的时候。你又变了，你现在又变了。我们初心不变，就相信我一次，信你20回了，都差不多。咱们吸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究竟发生了什么？下周日晚天天向上，让我们跟着天天兄弟一起探索3星堆的奥秘。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独家冠名商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感谢所有入驻天天青春旅的朋友们，青春万岁！是的，感谢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我们下周日晚10点再见。